大家知道 AI 投资热潮席卷全球 ，NVIDIA 火热的 topic， 股价暴涨 ，ChatGPT 也是引领了一波 Gen AI 的热潮。但是你真的了解 AI 吗？Coach J 呢特别准备了一些深入浅出的 AI 冷知识跟大家分享，来做做看，对，看你能够答对几题，测试你多了解 AI。彼得林区在1977年跟1990年之间，他管理了一个叫做 Magellan 麦哲伦基金，平均年回报率29.2%，对，它基本上是 S&P 500的2倍多。那他曾经说过一个名言呢，投资你所了解的。那刚刚有分享嘛，就是 AI 是一个很大浪潮，火到什么程度？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在一般的交易日当中，美股里面前18大交易量的股票有14只都跟 AI 有关。对于一般的投资人来讲，其实 AI 还是相对比较新的概念。最重要的就是在影片看完了之后，大家请自己记录一下6题答对几题，麻烦在留言区写一下，分享一下。第一题。稍微简介一下，所以第一个 ChatGPT， 它就是 OpenAI 这间公司所推出的生成式 AI 的应用，使用者、活跃用户、访问量其实都相当多，在融资机构里面也相当活跃。对，目前估值呢超过1500亿美元，里面的投资者其实很多了，微软啊、NVIDIA 啊、苹果啊，然后甚至一些国家等级的基金都有投资 OpenAI。那 OpenAI 呢，跟 Microsoft 有一个比较紧密的合作关系，长期的。对，所以 OpenAI 现在已经转型为一个偏公益型的 B 型企业。如果 ChatGPT 它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使用量、活跃用户量啊，对微软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优势。现在 ChatGPT 其实有2个版本，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月大概20块美金。以我自己用过的状况来讲，但我现在已经没有买，我已经换成其他家。想要知道我换成哪一家，等一下会讲。付费跟没有付费，在我看起来差别最大的，对我来说是那个影片摘要的功能，就会把那个 YouTube 的连结直接丢给他，讲说，你帮我摘要这节内容啊。免费版本的，他就会讲说他这个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做不到。对，可是付费版本的呢，他就会帮忙摘要。如果是一个10几分钟还好，如果是一个小时的影片，那就更差超多。另外一个想要分享的点就是，在 ChatGPT 的平台上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服务，像是这边有讲说，你要怎么样子做一个网站，就有这个 Wix，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那个平台上面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下一个我们来聊一下 Character AI 那这个是由2位 Google AI 工程师在2021年创立。那今年8月 ，Google 其实又把这间公司收购，2位创始人跟20几位研究人员全部把它再重新聘回 Google， 内部创业成功。好，所以这个 Google 就会有了这个训练的模型。那同时，他也买断了其他原本他的初始投资者的股权。跟大家分享一个，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然后这一个应用大起大落的小Character AI， 它怎么暴涨呢？就是这个 App 很有趣的，就是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对，人如其名，就是它可以针对不同的角色虚拟角色，然后跟你对话，跟你聊天，但是有虚拟角色的一个特色在，对，所以跟像 ChatGPT 这些完全不同，就是制式回答是不一样的，对，而且你甚至可以自己自己去设计这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把这个运用来做什么？做什么？你的陪伴你的虚拟男友，你的虚拟女友，觉得空虚，觉得冷，不可以设定。你可以聊一些很亲密的事情，对，这个运用让它整个大爆炸，那怎么会大落？这个创办人就接受了外部的投资，外部投资那投资进来之后呢，就发现很多人在跟他的亲密男友或亲密女友对话的时候，发觉这个内容无法显示，就被屏蔽了，就被自我审查了，就增加了审查机制在里面。对，大家就很失望，就开始大落，就跳船，因为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强烈的存在。这个什么 Sakura AI 啊，Generator AI 像这些平台，它就是开始起来，对，它去串那个 Open Source 的一些演算法，所以也是做出类似原本 Character AI 对，但是以前做的事情，对，但是它没有把这些比较亲密的内容，它不会屏蔽不会屏蔽，所以这些现在很多用户就跑到了这些地方去，还是有个出口，对，所以它的流量就开始又暴跌下来。以我自己用的话，我觉得它还是蛮好用。所以你之前是先用那个亲密关系聊完了，这不好说，真的会实验。你就设定，比如说这个是他的这个work buddy 或 study buddy，OK， 然后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问他讲说，我现在想要创一个品牌。那他有什么建议？他给我的回答并不是只是我问他什么他答什么，对，他甚至会引导我问问题。就比如说他会问我讲说，你现在的团队有几个人啊？然后他会针对我团队有几个人，他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然后或者是我现在进度到哪里啊？他会跟我讲说，如果我现在进度到这边，所以我下一步可能可以做什么事。所以然后我会做，更像一个顾问一样。对，更像一个真的人，反而是他来问我问题，然后一步一步的帮我 brainstorming。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了。下一个我们来聊 Cloud， 然后它是呢 Anthropic
新一代的 AI 助理有2位来自 OpenAI 的研究员，在2021年创立的新创公司，目前已经 Amazon 啊、Google 都已经投了超过60亿美元。厉害非常厉害，也是非常厉害。所以它的那个主要应用呢，集中在 summarize 摘要啊、搜寻、创意以及写作这几个方面，所以蛮强的。他自己宣称了，他自己说的，他的最后的产出现在已经超过 ChatGPT， 也超过 Google 的 Gemini。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际应用者，它现在有免费版跟收费版。来看一下啊，有20块、25块。25块是团体协作，那个人的就是 Pro 版的，就20块美金。那我呢，其实我只用免费版免费版。身为一个免费仔，我强烈建议使用 Cloud。举个例子，我们把我们现在这一集的脚本放到 Cloud 里面，这是他提出来的摘要。不管是以架构或者写的这个深度来说，都好过于这个ChatGPT 的摘要。ChatGPT 弄出来免费版弄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完全不太能用。那你说完了之后，还有没有第三方公正单位也可以稍微有一些看法？有科技巨头 Amazon， 大家知道 Amazon 有很多那个智慧家电，就是之前他们有那个 Alexa， 他们现在把 Alexa 后面的这个 AI的技术全部改成这个 cloud。比如说有人起床，他要穿什么衣服，他要买什么，他就问他，那产出都是 cloud， 后面运算的其实就是 cloud， 给大家参考哦。再来，我们来聊一下 Perplexity。那这个呢，我们先讲一下 NVIDIA。老黄现在他的那个 GPU 就是 AI 界现在炙手可热的产品。任勋科受访的时候就有说，其实他一直使用 P1， 对，他一直使用的 AI 工具就是 Perplexity， 当然也喜欢 ChatGPT， 但是 Perplexity 被他特别拎出来讲，所以就彰显了 Perplexity 的一个重要性。它这个 AI 呢是声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对话式问答引擎，透过跟聊天机器人的互动去搜寻各种资料。它的 database 也是来自于比如说 Cloud 啊，然后一些其他像 Llama 这些大语言模型，它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深入回答你各个主题。然后甚至你可以拿来查新闻啊、查资讯等等。所以辉达呢，今年参与了 Perplexity 的融资。除了他们之外 ，Amazon 的创始人 Bezos 他也是投资人之一。那也来分享一下个人使用经验。好的，第一个这个 Perplexity 它的好处就是它没有幻觉，因为 ChatGPT 有的时候它的那个答案你很明显知道那是它瞎掰的，就它不是真的从哪一个资料里面拿出来的。对。然后 Perplexity 我去上面做搜寻，它一定每一个都会写说它这是从哪里来的资料，然后甚至会列好几个，然后它摘要出一个它自己的答案。从这个图就会看到，它在 answer 上面，它其实是有 source 的，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免费就很够用。跟刚刚的 Cloud 免费比，孰好孰差？我不会拿这2个来比较。因为这是不同情境、不同场景、不同功能。对。譬如说，如果我要摘要，或者是我要做一个 brainstorming， 我会用 Cloud， 让它跟我对话，让它成为我的助手。Perplexity 的用法，我会把它拿来当成是我对于某一个事情、事件，找资料或知识，那它会把这个东西很清楚的告诉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个来源是有公信力的，它会把这边摘要出来，所以不太一样的运用。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它的手机界面做得很好。除了网页版，对，它网页版一开始在登入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讲说，引导你去下载一个手机版。我们现在在做各种不同的搜寻，已经不太用 Google 了，在电脑上面或在手机上都可以直接用 Perplexity。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介绍一下 Google 的 Gemini， 比较特别是它是一个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什么叫多模态？就是它是根据文字、影像、声音，甚至程式码不同的种类的 input 做的训练出来的模型。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上面都可以有相当程度的理解。那这基本上是用 Google 自己开发的 TPU 的晶片做训练。那它的特色就刚刚说的，其实就是大规模不同模态的理解，而且它的理解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超越了人类专家的水平。那这种跨模态呢，可以让 Gemini 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任务可以有比较好的理解以及比较好的产出。Google 官方部落格其实说了非常多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把链接放在说明栏。那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Gemini 它有几个不同的 model，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使用情况，就是模型的大小。简单理解是这样，最大的叫做 Ultra， 第二的叫 Pro， 最小的就是 Nano。好，那我们先讲一下 Ultra， 它其实是最强大的一个模型，大家是平常用到，是 Google 内部会用的，所以它基本上处理非常大量讯息以及不同种模态的输入，其实能力是非常非常强。最终就像我刚刚说，它的应用其实比较偏是像数据中心或是企业级的应用。那第二个呢是 Gemini Pro，
那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对，不过其实它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就叫 Gemini Advanced， 就是 Gemini Advanced 是大家可以用到的 AI 工具。对，工具。那它背后的模型就是用到 Gemini Pro 是这个模型。那其实这个也是最通用，我们里面就是 Google LLM 里面最广泛被应用。它只是相对 Ultra 来讲，它的模型小一点点而已。不过它的能力还是非常好，它是在性能跟资源中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折中方案。最后一个呢是最小的 Gemini Nano， 它这个主要生成模型的目的就是用在行动装置上面。Google 的 Pixel 手机，它就会用这个 model，因为你假设用太大的模型，可能不一定耗能，然后不一定跑的速度是最具有效率的。Pixel 8开始就是有 Gemini Nano 这个 model。班杰明现在刚刚讲的这几个服务里面对，唯一付钱的，对，就是这个 Gemini Advanced。原因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每一家的月费20块美金？对 ，Gemini Advanced 19.99，漂亮，便宜0.01，勤俭持家的好男人，是不是？有差没有啦？真的是用起来之后发觉，真的比较好用。我最常用的情境就是我直接把一个 PDF 档丢进去，然后里面不管是文字或者是图片，它都可以做分析，然后可以给出很高品质的内容。公布一下自己答案，答案就是 ChatGPT， 猜对了吗？现在谁是最强的模型？还有谁是 Final Winner？还不好说，因为 AI 这个战场现在还是非常白热化，竞争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这边也邀请大家，如果你有最常用的 AI 应用，留言告诉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说不定这也是大家可能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我们可能也可以请 Coach J 再跟我们做一些分析一下，对啊，财报的分享啊，或是股价的分享。答案就是3，就是 AI 模型呢，其实共同的目标就是一个通用人工智慧，所以就是跟人一样，因为现在还算是比如说有点控制，就是你什么 input 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但等到真的是人工智慧，它自己就会自己学习，因为我们现在机器模型，其实它是从数据中学习的，所以它是可以结论、可以概括、可以解决一些复杂问题，但是它还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去思考，它只能够理解，目前是理解，对，然后透过大量的资讯去归纳，非常多的专家，以及就算在 AI 领头的公司，包含 OpenAI 的创办人，都在公开信上面说，这应该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甚至不一定能够到得了。小补充对，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图灵测试，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个电影，叫《模仿游戏》，超级好看。人类去分辨回答答案的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器、一个电脑的一个方式。答案是184 billion，K 28%，巨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根据 Statista 的数据，今年应该会是在184 billion 左右，到2030年，整个 AI 的整体潜在市场价值会高达826.76，大概4.5倍，4.5倍，哇塞，是一个暴增的状态。这当然就是补充一下，这是因为是只有一家研究公司的估计，不管是哪家公司预估，应该接下来 AI 的整体市场应该都是一个倍数增长。同时，当然我们的仁勋哥也是分享 AI 其实有几个阶段，我们目前还是在第一个阶段，很多 AI 的巨头正在用仁勋哥的晶片，然后来训练 AI 的模型，底层的。算基础建设，就等于说基础建设完了之后，现在正在做模型。然后大家刚我们第一题就问到了，就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型，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有一些非常有用的应用服务了。那接下来下一步呢，就会是让这些模型应用到企业当中，不管是数据啊、知识产权啊，全部整合完了之后，能够更帮到每个企业做好有效的商业决策。企业生产力好了，一定会带动 GDP 的增长。那第3阶段呢，不只是企业而已了，破坏式创新就来了。反正 AI 呢跟机器学习就会是变成未来我们看到的很多产品服务。现在你可能现在所有的商业、所有的体验、所有的学习，可能背后都有 AI。好，那这件事情就会是第3阶段。这也是我们刚刚在看到 AI 市场大幅增长最大的一块。目前预估，因为很多未来的 AI 应用公司可能现在都还没出现，甚至还在拍 YouTube 影片。目前全球 GDP 大概是110兆美元。好，到2030年 ，AI 对于全球 GDP 的影响将会接近10%，也就是10兆美元。之前我们有说嘛 ，AI 如果帮助大家提升 GDP 1%，每增长1%就增加1兆美元。但是2030年，其实它的影响会是10兆美元，所以这是非常巨大的影响，也是我们投资的很好的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第4题。
答案是医疗保健被广泛认为是第一个会受益于 AI 的产业，是因为它从协助医生的诊断到挖掘数据去判断，或是去研发药物、开发新药，它一般来说是需要5到6年的时间，然后以及它会需要数亿美元的投入。像之前我们在看这集，人勋哥投资的公司里面叫做Recursion， 就会是提供化合物选项给到制药公司。那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助力于这些 AI 的模型，帮他们找到最适合的化合物，然后能够结合成最有效，但是毒性又最低的新药可能性。所以5到6年可以缩短成大概1年。对，1到2年，然后成本会从几亿美元变成可能1、2千万美元。第一又有诱因，第二又高利润，第三它的成效其实相当显著。好，所以这一块 healthcare 就是接下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好，第5题。答案就是76%，其中更高达37%，身价超过2000万美元，2000万再超过6亿台币。啊，所以基本上 NVIDIA 里面80% 其实是男生了，因为它市值3兆美元嘛，所以平均每位员工其实价值1.02亿美元，不得了。AI 这个浪潮啊，我们当不了他员工没关系，我们当股东，好吧 ？OK。第6题 ，AI 会在未来取代人类吗？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应该没有标准答案，看在哪个阶段，跟看你怎么看。所以以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这边千万要投资频道的答案，Coach 这些答案是3，不太可能。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是比如高盛的报告 ，AI 其实它会让全球3亿个工作自动化，有1半的美国员工会担心 AI 会取代他们的工作。不过呢，现在看起来，AI 是会取代一些传统上需要比较重复性的工作，它其实没办法完全取代人类的所有的职能，因为包含一些创意啊、发想啊、与人的互动啊这些东西没办法取代，所以它会让每个员工可以去专注更有创造性，然后解决更困难问题。越专注在他没有办法取代的地方，你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能力会比其他的同才要更好一点。好，虽然 AI 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会用 AI 的人有可能会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会用 AI 的公司可能会取代不会用 AI 的公司。没错，2024年呢，其实96%的公司在招聘的时候会更倾向会使用 AI 或是有 AI 技能的候选人，不管投资啊或自己工作啊或自己能力上的提升，其实都要考虑把 AI 这个工具好好的善用，这样你才会在市场上有更有竞争力。好啦，验收啦，大家把自己的分数填在留言区。对，6题中几题？对啊，如果你6题都答对了，恭喜你 ，Coach J 呢会跟你联络，对，他会投资你的 AI 新创公司。对你很有兴趣，留下联络方案。联络方式，如果你1题都没有答对，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按赞、订阅、加分享，对，继续看。千万要投资，我们会提供更多的商业资讯。对，有新的尝试，一个 Q&A 的方式，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想要知道什么，一样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一下。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